第3季度的业绩。住手！我不是倒在会议室了吗？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小姐。我的手都是冻疮划痕，而现在却如此娇嫩。这不是我的手。连续通宵5天之后，难道我穿越了？小姐，小姐感觉如何？身上可有哪处难受的？望叔，怎的不说话？是不是头还疼着？望叔，萧望叔，我是宰相府的4小姐，她是宰相夫人，还有丫鬟忆春，这不是我之前看的那本小说吗？奶娘，你再派人去催催府医。我一个女总裁，居然成了恶毒女配。母亲不必担忧，孩儿并无大碍，只是在床上躺久了，头有些昏沉，还是让府医前来看看吧。都听母亲的。望叔，母亲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，但你总归是相府嫡女，凡事不可太过任性。宰相府的嫡4小姐，父亲是权倾朝野的奸臣宰相，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。母亲是家族势力庞大的房家嫡女，原身在京师中就是个横着走路，偏偏是个恋爱脑，喜欢站在男主皇帝那边的木二公子。为了他不惜出卖萧家，让皇帝重新夺回大权，导致萧家被诛9族。那木二公子对你也无益，终究不是你的良人。幕府上下忠于皇帝，与我萧府不可共存。经书大好，儿郎众多，待母亲相看相看，再为你寻一良配，你看如何？母亲不必多忧，孩儿知道轻重，得不到的东西扔了便是，孩儿必不会再让你和父亲为难。好，想明白就好。有你父亲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皇帝魏齐宣最终能扳倒奸臣宰相，多少也有原身这位相府4小姐的功劳。但既然我来，做个奸臣嫡女，倒也不失有趣。谁在那儿？出来！阿弟，萧福光，原身异母同胞的弟弟，关系十分要好。姐姐在前面捅刀子，弟弟在后面补刀。可惜亲密无间的姐弟俩，却因为木二公子离席。阿姐可还生我的气？阿姐没生气，倒是阿姐对不住你。今日方知，遇事自家兄弟远比外人靠谱。阿姐知道就好。先前确实是猪油蒙了心，糊涂了一段时间，让阿弟担忧了。那阿姐可还记得怎样落水的？阿姐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但你放心，我萧望舒从来都有仇必报。小姐，老爷唤您去书房一趟。连皇帝的奏折都得宰相先看，难怪世人皆说萧家满门奸逆之臣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孩儿见过父亲。坐吧。可知晓是谁推你下水？孩儿已知晓，他背后应该有人相助。倒比从前通透了。
事关相府颜面，你有何计？当时事发幕府，又无实证，若大动干戈，就会给皇帝和穆家递了把柄。但请父亲放心，此事孩儿定会为相府讨回颜面。他怎么来了？你们有人邀请他了吗？估计是知道穆二公子在，故意跑来的。你还能拦他不成？真不要脸！斯文儒雅、春风拂面的气质，果然是袁叔的男配穆二公子穆云泽。萧四姑娘，自食恶果还不足以让你悔改吗？我做了什么恶？当日明明是你想要推徐姑娘下水，幸得徐姑娘躲过，反应快一截，而你自己落入水里，如今还好意思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就算你父亲是当朝宰相，你也不可草菅人命。他是这么跟你们说的：人要脸，树要皮，红口白牙的污人清白，你下了阴曹地府都要被藤鞭抽嘴的。好了，一春，回来吧。小姐，来，往这边挪2步。恐怕在座各位对我没什么了解。看到了吗？这才是被我推下去该有的样子。萧望舒，你别欺人太甚了！怎么，你也想来陪他一起？到底是谁推谁下水？是我。我听穆小姐说你经常缠着云泽公子，所以我才推你下水。不仅推我下水，还在众人面前倒打一耙，说我动的手。徐姑娘还真是生了一张颠倒黑白的嘴。姑娘家最重声誉，今日若不是萧四小姐刚好在这证明清白，指不定其他人如何编排了。她什么时候变得聪慧了？我萧望舒若真想害你，你岂有命在？日后再有人敢诬陷，都做好自舍本钱的准备，都对自己下手狠一点。下手不狠，那就别说是我干的。我萧望舒丢不起这个人。徐姑娘就像这么一走了之？你损毁了四小姐的清誉，难道不该赔礼道歉吗？萧四小姐，对不住。只是道歉，不赔礼吗？明日我让丫鬟给你送黄金10两。我宰相府缺这点东西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听闻你在城东有2间胭脂铺子，收益还算过得去。那是我的嫁妆，凭什么要给你？你大可不给。不过这件事若让我父亲知晓，你那个在朝中做官的爹可就说不好了。我明日就差人过户文书。还不赶紧谢四小姐宽宏大量，不追究你。谢四小姐，哪宽宏大量了？这不是强要强送吗？我要命了，你小点声。我才刚回府，他们就知道了。父亲，你可知错？望舒还小，做事没有分寸，相爷莫要计较了。孩儿不知，孩儿也曾想过大事化小，实在是徐家仗着穆家在背后撑腰，丝毫不将我萧家放在眼里。孩儿声誉有亏事小，但孩儿乃是萧家的嫡女，萧家众人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若是孩儿忍气吞声，外人岂不是觉得萧家好欺负？孩儿不觉得自己有错。不愧是我萧红的女儿。相爷，你不生气？我生什么气？望舒懂事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不过你为何要徐家那2间铺子？孩儿总不能事事依赖母亲，
就想拿2间铺子练练手。我家望叔长大了，既如此，我让我铺子里几个掌柜过去帮忙。谢母亲。既然长大了，明日你便随母亲进宫，在宫里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，心中可有分寸？终于要进宫，见到书里的男女主了。宫中禁军是父亲的人，能与不能，皆看父亲。越发大胆了，什么话都敢说了。如今宫里2位怀孕的妃嫔，分别是皇后萧彩仪和女主穆初雪。穆初雪怀的是个死胎，于是和男主皇帝演戏，将打胎的罪赖在萧家头上，这也成为萧家衰落的开端。萧家满门抄斩，到时候我也难逃一死。我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件事发生？四妹，没事吧？二哥，我怎么没想到，原是那二哥萧平南在宫里当禁卫统领，定能化解此次危机。我没事，倒是二哥今日不用在宫里当值吗？这几天休息。听说四妹明天要和母亲一起进宫，你以前都不爱去的，这次怎么就想去了？家里无聊，陪母亲一起进宫。我也好久没会见长姐了，就是二哥明天可愿陪我和母亲一起进宫？妹妹第一次进宫，有点害怕。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妹，竟然也会害怕进宫。原本身子有些疲倦，是想再在府上歇息2天的。不过四妹若是真害怕，二哥明日进宫守着你就是了。谢谢二哥。皇宫禁地，任何马车不得入内，劳烦车内贵人下车。是相府的马车，你敢拦？想死啊！四小姐莫怪，这瓜娃子新来的，还不认得相府的马车。回去我便好好教训。萧夫人，萧四小姐请。蠢货，下次机灵点。皇宫里谁的马车都可以拦，唯独丞相府的马车不可以。臣父参见皇后千岁。臣女参见皇后千岁。母亲和四妹不必多礼，坐吧。礼不可废，谢皇后娘娘赐座。皇后娘娘怀了皇嗣，可要好生照顾身体。母亲说的是，只是穆家女也怀上了，陛下起初还想遮掩，可宫中皆是漏风的墙，她能瞒几时？嫡皇子还未出世，后宫嫔妃未经皇后娘娘允许，怎可私自抚养皇嗣？这皇嗣即便诞下，也该由皇后娘娘接到西夏抚养。那穆家女自入宫便霸着圣宠，还与穆家内外勾结。现在陛下一心向着穆家，很少来交房殿了。皇后娘娘勿要动气，臣父回去之后再与相爷详说，让相爷他们好生规劝皇上，雨露均沾才好。看来他们还不知晓穆初雪怀的孩子根本生不下来。母亲，这马上午时了，我看长姐面露倦色，不知今日的平安脉可请了？四妹倒提醒了我，慧秋，去请太医过来。是。陛下驾到，穆贵妃驾到。臣妾参见陛下，臣父参见陛下万岁，贵妃千岁。臣女参见陛下万岁，贵妃千岁。他们就是原书中的男女主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而我身为萧家四小姐，哪怕是天道的宠儿，也必须与他们为敌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起吧，你有孕在身，不必行这些虚礼。听闻萧四小姐在幕府落水，实在是本宫家中兄弟姐妹招待不周，萧四小姐见谅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难道她想把锅甩到我头上？贵妃娘娘言重了，一场意外罢了。贵妃娘娘怀有皇嗣，身子贵重，还是让身边伺候的人好生搀扶。这孩子明知自己毛手毛脚的，别近身冲了贵妃娘娘。孩儿知错。都坐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姐姐有母亲探望，可宫规森严，臣妾母亲入不得宫。臣妾如今又怀有皇嗣，
心神不宁，不知可否请萧夫人去臣妾的云光殿坐坐，以解臣妾思母之情。原来穆贵妃这么想当我萧家女儿，也是，父亲母亲待府上儿女都极好，穆贵妃向往也正常。陛下，臣妾并非。回娘娘，刘太医来了。太医来得正好，穆贵妃既心神不宁，便与长姐同诊平安脉，也好让陛下安心。若是让太医诊出我来之前喝过滑胎药，萧四小姐费心了，本宫出门前已请过脉，太医还是专心照料皇后娘娘吧。穆贵妃一起让太医瞧瞧吧。推三阻四，定有蹊跷。臣叩见主上。两位娘娘都请太医瞧瞧，身子要紧。本宫孕后安胎护胎，皆是由许太医一手操办，旁人诊不出什么，不必麻烦。诊脉又不会伤害皇嗣，你再三推阻做什么？为穆贵妃诊脉，我不能让萧家人发现端倪。不必了，穆贵妃随朕来之前已经服过安胎药，无需多管。罢了，朕听闻萧夫人入宫，过来瞧瞧，突然想起养心殿有事，朕就先回去了。穆贵妃，后宫不得干政，你跟着陛下干什么？不能就这么走了。我的孩子，就算是死也得死得有价值。我生不下来，你也别想生。姐姐提醒的是，陛下既忙，不如我们同游御花园。小心！我的孩子！快，再传几个太医来！皇上，臣妾好痛！小姐，你的手，奴婢去拿点跌打药来。不是，你去找我二哥，就说有人谋害皇嗣，命他封锁太医院和云光殿，彻查穆贵妃的药和胎儿情况，速度要快。好。还好有四小姐为皇后娘娘垫了一下，否则皇嗣难保。皇后娘娘头3月务必当心。四妹还好吗？那些伤能好全吗？不会留下疤痕吧？皇后娘娘放心，四小姐皮肉之伤不碍筋骨，按时换药，再佐以微臣独制的草蜜胶，定能痊愈无痕。皇后娘娘，穆贵妃醒来后得知自己的孩子没了，正在偏殿大哭大闹，胡还有人扮她，蓄意残害皇嗣。胡闹！皇嗣事关重大，岂能由着他空口白牙栽赃？有人扮他？谁扮他？说是我扮的，还是长姐扮的？穆贵妃她没有指名道姓说事实，只是在知道皇后娘娘的胎儿没什么大碍之后，才开始发疯胡闹，又哭又喊。果然要把这波扣在萧家头上。萧家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着朕的面谋害皇嗣！皇上而立之年，怎也能老眼昏花？方才明明是贵妃娘娘自己绊倒在地，还连累了我长姐。若不是我眼疾手快，皇上可要痛失双子。难不成他察觉到了什么？萧望舒，既然能护着皇后，为何不能护着贵妃？皇上说的这话可真让皇后娘娘心寒。皇后是陛下的妻，可陛下只关心穆贵妃，如此有失偏颇，何以治国？臣女与贵妃娘娘非亲非故，而臣女护着自己的长姐，于情于理都没有错。再说了，臣女只是一个弱女子，何德何能可救两位娘娘？当然是救最近的长姐了。在朕面前还敢狡辩？你们萧家谋害皇嗣，证据板上钉钉。天下人若知晓你们的狼子野心，定唾沫聚水，把你们淹死。臣妾的胎儿也差点遭贵妃所害，怎得陛下只追究萧家的责任，不问责穆家？长姐，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萧家所作所为皆是清白，天地可见。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来人！男主果然不是无能之辈，在全是萧家的眼线里，还能培养自己的暗卫。皇后禁足交房殿，萧房事除诰命封号，将其与萧四打入天牢。皇上独断专行，就不怕相爷知晓吗？萧平南今日不在宫中，就算知道，怕是救不了你们。陛下，禁军包围了整个交房殿。萧平南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你怎敢在宫中私自调动禁军，带兵包围交房殿，意欲何为？陛下息怒，末将断然不敢包围皇后娘娘的交房殿，末将只是包围了太医院和穆贵妃的云光殿，查获穆贵妃欺君铁证，10万火急，才赶来奏报。请陛下过目，处死奸妃穆初雪。陛下，末将只是担忧陛下受奸妃蒙蔽，奸妃明知胎死腹中，却妄图谋害其他皇嗣，事后反咬栽赃，此中罪状条条皆可问斩。末将斗胆，请陛下处置奸妃，还后宫以安宁。萧平南，你这是在逼朕做事吗？后宫之事与你何干？当然有关。陛下身为国君，家事及国事，末将相信陛下只是受奸妃蒙蔽，奸妃所做之事定与陛下无关。既然陛下难以抉择，末将就不为难陛下。百官即将入宫，如何处置奸妃？陛下可听百官建议。萧平南，私调禁军还私召百官入宫，谁给你的权利？回禀陛下，末将只为护陛下安危。奸妃欺君害死，证据确凿，陛下若不忍惩治，末将唯有请百官定夺，以除祸患。朕身为天子，竟然连保护自己心爱之人的能力都没有。不要，陛下，我要见陛下！皇帝形同虚设，宰相生杀若夺。如今身临其境，我才感受到了书里掌兵权臣有多专制。原书女主就这样死了，书里的剧情还会继续发生吗？平南不是在家里休息吗？今日来得如此及时。小姐早料到会发生大事，一开始就吩咐奴婢找二公子来。回去我得让你父亲好好夸夸你。想必父亲已经知晓了。相爷可是在忧心四小姐与拓跋部落的联姻？京师水土娇养的女儿家，他去了那里如何是好？拓跋康此次将他最疼爱的小公主都送了过来，联姻之心诚之有成，联姻势在必行。四小姐近日处事手段凌厉，倒让末将觉得像极了相爷。若四小姐是个男儿身，必定能为相爷分忧更多。我又何尝不愿她是个男儿身呢？你们都去逛逛吧，不可走远，待会儿回来用膳。谢过母亲。萧四妹妹，穆府庶女穆小小，虽是庶出，可身份与嫡女无异，靠着母亲商女的家底，掌控京师衣衫首饰市场，财力雄厚，可支撑穆府。书中后期由于某次遇险，被皇帝魏齐宣救起，两人情投意合，暗中定情，从此暗中回归皇帝一党。穆五小姐，萧四妹妹今日也来礼佛，身子可好些了？多谢五小姐挂心。我那日不在诗会，听说我二哥说是徐家姑娘受人怂恿推你下水，他可有说是谁？他只说了是穆家姑娘，并未指明是谁。家中妹妹众多，我是担心某个不灵光的冲撞了四妹妹，若真是如此，我心里可万分愧疚。若四妹妹不嫌弃，改日到我的瑞宝阁来选几件合心意的首饰，全当我替那不懂事的妹妹给你赔罪。五小姐有心了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时间不早了，
就不叨扰五小姐上香了。四妹妹，路上小心啊！这可是护国寺的后山，非香客不进。你们是怎么进来？小娘屁真是话多，就是不知道叫起来的声音好不好听。瞧你们的样子，不像对我萧家有什么怨恨。多少两？开个价吧，3万还是5万？多少？那小娘逼就给了他们300两银子，让他们把这萧家小姐办了就跑，办完事直接把人丢后山里就行了。常听父亲说，亡命之徒收来办事，效率是不错的。想必你们身上背着案底，与其为小丽送命，不如跟我做事，消案底，享财色。只要钱权能解决的，我都能办到，如何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的话？你们也可以不信我，但你们现在是不玷污的，是宰相府的小姐，就算你们现在开始逃，也逃不过山下的重重守卫，难逃一死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为我办事，我承诺的那些都可以兑现。不好了，夫人，小姐出事了！什么？你赶紧让所有护卫进山，封掉所有出路，太阳下山前务必找到望舒。不知哪家女子，光天化日之下行那苟且之事，伤风败俗。就是啊，真是不知廉耻！定要看看是哪家女子如此浪荡。就是这儿，刚才我就是在这儿听到。望舒，不应该啊，这些人应该早就办完事跑了。母亲，有人买凶要毁我清白。伤着没？幸好弟弟的护卫来得及时，劫匪还未追到我时便将我救下了。是他给了300两让我们糟蹋这小姐，我们就是图财，哪知道是相府的人，事没赚成，求求各位大人饶命啊！血口喷人，我根本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怎能如此污人清白？这是你那会儿来后山交给老子的定金！你个小娘屁，你还翻脸不认人，给老子装起无辜来了！那会儿我和李家姐姐采花，确实看见她进后山了。先前她就偷偷摸摸的，形迹可疑啊！干了这事还有脸大张旗鼓叫咱们来看，真是心思歹毒。就是小娘屁，要不是你说有钱给老子，刚才你进后山，老子就把你给办了。你以为你还能穿着衣裳走出去？我没有，你们就是保命污蔑！我这荷包方才上山掉了，我正找呢。50两说丢就丢。你联系咱们时，还有个什么珠花都掉在咱们寨子里了。你留下的那个丫鬟，咱们都睡过呢。都押去刑部审问。是。求求你们放过我！到底是小姐睿智，极具利诱，不动声色的就让那些劫匪反咬了徐家女一口。现在这事儿闹得正大，明日早朝是个除掉徐家、刮穆家一层皮的好机会。军师这会儿要信了，虎部哪有全女？到底是相爷的儿女，个个都有相爷的英姿在身上。禀相爷，小姐带贾维出府，下去吧，给小姐留个门。是。殿试将要举行，你们都留心着点吧，异党之人就别漏过去了。是。韩飞瑜，刑部尚书礼部的外甥孙子，与萧彩怡青梅竹马，二人暗生情愫。可萧彩怡入宫，两人被迫分开。进去吧，我已经打点好了。是不是父亲派人来救我出去了？是不是相府小姐的人？是啊，就知道还是相府势力大，靠得住。常听父亲说，亡命之徒收来办事，效率是不错的。
但是父亲也常说，会坏事的棋子，用则留之，弃则毁之。若是天下亡命之徒都学你们这般绑架猥亵我，便能获得诸多好处，那么我该有多危险？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！你别过来！是你算计我！你怎敢闯进刑部大牢，挥手间便杀了这么多人？放心，我不进来，你身上的晦气会熏到我。你怎敢闯进刑部大牢，挥手间便杀了这么多人？你认为你背后之人可以和我相府对抗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但那又怎样？你我同为官员子女，你没资格杀我。你丫鬟已经全招了，不如告诉我你背后是穆家的哪一位，我考虑放你一马。小枉说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，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，穆家也不会。徐家、穆家也配？你怎敢杀我？就凭我是萧望舒。真是最毒妇人心呐！让他按指印吧。小王叔，我要杀了你！那就下辈子再来吧。穆家竟敢在天子脚下擅闯刑部大牢，击杀证人，怎敢如此放肆？陛下明察，此事乃徐家女所为，与幕府绝对无关。穆大人是质疑我刑部士兵的眼力，士兵亲眼瞧见贼人往你幕府逃去，即便刺客往幕府逃，也可能是栽赃。幕府周围府邸众多，李大人怎就认定是幕府所为？况且贼人能轻易潜入，李大人就无失职之责。我刑部失职，已向陛下请罪，但必须查出刺客，才能将功赎罪。陛下，徐家女临死之前写下的证词，白纸黑字指认是受幕府之人挑拨。陛下，一夜之间匪徒与证人皆死，这难道不是背后之人怕某些事被泄露，所以才杀人灭口吗？说不定是萧家女贼喊捉贼。劫匪寨里有徐家女珠钗、贴身丫鬟，丫鬟牢中已招供，你幕府还要怎样狡辩？且刺客都是往幕府所逃，又如何解释？陛下，我幕府与萧四小姐无冤无仇，何至于此？此话是说我相府四小姐求着被人算计，陛下若是今天不能给臣一个满意的答复，那臣便自己动手了。这萧红越来越不把朕这个皇帝放眼里了。穆云泽官降一品，以示惩罚。幕府上下罚1年俸禄，徐汉抄家发配岭南。陛下可还满意？谢陛下。身子可好多了，母亲已经问过很多次了，孩儿没事的。都怪我，如果我跟在阿姐身边，阿姐就不会遇险。你不是来得很快救下我了吗？不要自责了。你父亲担心旧事重演，让你挑几个护卫随身，让父亲和母亲担忧了。秦太几人不是军中将领，怎会也在名单上？他们惹了你堂叔，你堂叔想发配岭南，你父亲不想寒了将士的心，留在你身边也比岭南好。书中所写，那个满鬓苍白、战死绞杀萧氏余孽的刀疤将军，正是秦太。母亲，就要他们几个，宣进来吧。属下阮复兴，属下秦太，见过夫人小姐。公子都起来吧。你们在军中为民为国为相爷劳苦，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必不能亏待了你们。谢夫人。我瞧着都好，只是不知军营将士能否经得住给我当护卫的落差。小姐放心，军令如山，我们始终牢记。只要小姐有令，我们必然遵奉。军中将士是相爷如主，小姐是相爷嫡女，亦是主子。你祖籍何处？家中可有兄弟？属下已无至亲，若非要有，这位便是属下的兄弟。我们一同入军营，不是亲兄弟，胜似亲兄弟。若是秦太真把这趟狄州之行走一遍，恐怕血洗完了萧氏祖弟，他还不解恨。下去吧，都换身衣裳，甲胄收起来，不要再在后院穿了。是。他们皆有本事在身，以后可保你无虞。母亲，我想去亲自感谢一下父亲。何事？给你备的护卫不合心意吗？秦太二人训练有素，甚合孩儿心意。孩儿是过来向父亲道谢的，只是孩儿有一事想请父亲解惑。坐下说吧。父亲若真想安抚军心，安置秦太等人，明明有更好的法子。无论是调任别处，还是安排闲职，都比将他们派到我身边更合适。如今堂叔已默许此事，父亲这般安排，莫不是早有打算？
或许是联姻的消息已经传来了。那依你猜测呢？孩儿猜不出来，所以过来询问父亲，是预见孩儿会遇到危险，还是料到孩儿将来会离开京师，去到父亲羽翼无法覆盖之处？你听谁说了些什么吗？京城细作频现，二哥忙于进军部署，父亲对我态度也反常。拓跋首领有意交好，进京联姻，敌国盯着他们，若出事，我们与拓跋的盟约便毁。父亲手握权柄，忧虑甚多。孩儿明白了。那你可有什么要说的？孩儿会极尽所能，维持萧家与拓跋的联盟。所以父亲把秦泰拨给我，是想提前组建随亲队伍，免我远嫁无可用之人。萧家儿女必须为家族付出。孩儿明白。阿姐，你好久都没出来逛逛了，今日可得散散心。你啊你，忘记今日的正事了。望叔，身子可好些了？难道不是你幕府所做？敢做不敢当，小人！望叔，我发誓，我幕府绝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。那件事就是一个误会。莫二公子，若不是此前你的种种举动让他误会，我怎会遭受无妄之灾？望叔，此事是我的不对，我保证此后我的身边再无他人。望叔，能否给我个赔罪的机会？醉仙楼新出了菜品，以后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步步脱离掌控了？萧家要招兵买马，要打通关系，这些都需要钱。萧红当然有自己的私库，我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，才能逃过和亲联姻的命运。开店铺对我来说，不过是重操旧业。锦衣门这名配父亲的字儿，哪像卖首饰的，倒像金库、假账库。父亲果然宠阿姐多些，我们可讨不来这墨宝。你没试过怎知道？我头一回开口，父亲自然答应。有了这牌匾，定有许多人来照顾锦衣门的生意。接下来几月，凭宰相父亲的愧疚，行事简单许多。怎么看都和阿姐不搭。铺子里卖的都是些普通首饰，小少爷是见过各种金贵东西的人，这些俗物哪里能入得了少爷和小姐的眼？萧掌柜这嘴真会说，难怪母亲派你来替我打理铺子。小姐过奖了，全靠老夫人和夫人提拔，老奴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过。今后还得仰仗你。母亲不指望我有多大成就，只盼我有处消磨时光，在铺子里折腾一下，不四处胡闹就好。铺子在小姐名下，老奴只是临时替小姐打理罢了。小姐您想怎么折腾，尽管吩咐老奴就成。还是萧掌柜上道啊，那就停市几日，重新装潢换货品，这新匾额也得尽快挂上。小姐，整理徐家原本的铺子已经费了些时日，如今再换货品搞装潢费，怕是时间和银钱都不够啊。不投入哪有回报，只管联系工匠，让他们来相府找我。是，老奴明白了。过几日我便来看看进度。阿姐，萧掌柜这人油嘴滑舌，怕是不能用。那阿弟认为母亲为何会派他来呢？萧掌柜此前是外祖母的旧人，母亲看在外祖母的面子上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罢了。阿弟聪明，既是旧人，贸然撤换会寒了老仆的心。他眼下没犯大错，只因无功就换人，以后谁还敢为萧家卖命？不能调去庄子吗？暂时留用，等他自暴其短。那些女眷看似买东西，实则攀附相府。这铺子他已接手月余，可铺子盈利只有20多两银子，你觉得正常吗？当真？母亲那边知道这事吗？那他之前所在的店铺岂不也是？若是人家长久的砸钱，想找父亲帮忙却找不上人，铺子里收了钱，母亲父亲还浑然不知，这样无形之中树敌不少。自然当真，此事可大可小。这些人想攀附相府，势力悬殊，掀不起大风浪。但以母亲的性子，若知道此事，断不会不管。母亲或许还被蒙在鼓里。阿姐也说了，此事可大可小，父亲树敌众多总是不好的，哪怕小敌，暗地里使绊子也容易坏事。阿弟说的在理，所以姐姐这不是正在为母亲分忧吗？这铺子可比管理上市公司简单。
萧四小姐，您可算来了。您交代的金丝楠木嵌板柜子、紫檀木柜台，萧掌柜非让换成晴木七金普通檀木，我们实在不知听谁的，只能来问您定夺。这些要求真是萧掌柜提的？他手上那几千两银子难道嫌少吗？怎么还对你们提这种要求？几千两，可我们只有几百两的可用。你们列个单子上来给我瞧瞧，把价钱写清楚些，我去找萧掌柜核对支用。萧掌柜上了年纪，别到时候记错了，把你们的工钱算漏下了。好，草民这就下去列单子，有劳四小姐多核对一下。小姐，你瞧那个萧掌柜，居然敢乱改小姐的东西，越老越没规矩。萧掌柜私吞了小姐的银子，没凭没据的话，别在小姐面前乱说。自己人面前心直口快就罢了，莫要在外人面前口快。是，小姐。小姐这铺子的布局真是巧，打了2圈柜子，能摆放不少东西，客人还能从两边走，走动的地方也大，走到哪儿离柜台都近。现代的商铺布局多式多样，再利用这个时代的风水玄学和营造方式，当然会令人眼前一亮。从杂书学的，试了试倒还合用。我当时要是多看些书就好了，现在指不定还在哪儿做生意呢。小姐有所不知，负心做生意赔光家底，遭父母嫌弃，他在军营里拼命，就为了用银子抵债，如今辗转才到小姐您身边。生意能不能做起来，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在运。即使选对了行业，选对了地段，还要面对天时人和的冲击。哪怕万事俱备，失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结局。失败之后，真正的考验才正式开始。都随我上来吧。仔细说说你有什么能耐？我12岁犯籍攒钱，却遭父母搜刮，本欲携近200两进县城发展，却因弟弟赌债，被迫分家抵债。盘铺后资金不足，遭同行打压，弟弟诋毁，生意惨败，被衙门追责，村民催债，无奈卖铺抵债，还被逐出族谱，现身负45两债，需2年才能还清。所以你不甘心，想在我这里寻找一丝转机？是，属下确有私心，只求替小姐打理铺子，搏个东山再起的机会。那你总结出自己的教训了？属下不该盲目囤货。还有呢？不该因亲情手软，应当断则断。还有呢？属下愚钝，请小姐赐教。你我都是探路者，赐教谈不上。你若能稳住交易，新入行的缺销路资金，你就能低价囤货称霸。可你被复仇迷眼，忘了关键，赊账要向上赊，对富商先款后货，礼遇有加。靠优质货品维系，农户的钱必须及时结清，断不能拖欠，否则生意难长久。属下逾越，妄想替小姐分忧，妄想打理小姐的铺子，请小姐恕罪。恕罪谈不上，我欣赏敢抓机遇的人。商机就是一场倾盆之赌，他属于敢出手的人。秦太乙摸清萧掌柜的账目，扳倒他，你就是新掌柜。小姐。你要踏板，我需臂膀。你的野心不该止于县城，我的版图也不止这一间铺子。属下谢小姐提携之恩。老奴本就是受夫人指派替小姐打理铺子。小姐若嫌老奴不中用，把老奴打发去庄子就好了，何苦让这些人查账，折我老脸？小姐若是真怀疑老奴，老奴现在就一头撞死在小姐面前，也算是死前留了个清白名声，让老太太和夫人知晓，老奴绝无一心。掌柜误会了，小姐只是例行查账。别拦我！这墙还未砌牢实，萧掌柜别撞，撞那边，那柱子结实些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闯，那今日便拿你开刀。秦太，去把你查的东西拿过来。萧掌柜气消了，阮福新扶他坐下，别一会儿倒地上砸坏了楼板。何苦这般羞辱老奴？拿钱干活天经地义，可有人拿的比旁人多出万两。你们随我下去，继续核算装潢开支。
陆嬷嬷，小姐早猜到你们要来，让奴婢在这儿候着你们。各位掌柜也上去吧，小姐候了多时了。听几位掌柜说，小姐在大整铺子，夫人让老奴跟着来瞧瞧。小姐猜到了，她说几位掌柜被萧掌柜蒙蔽，必然要请夫人来为萧掌柜主持公道。夫人近日忙，能替夫人出面的人不多，嬷嬷您是顶头的。嬷嬷，各位掌柜，楼上请。原来几千两都是我低估萧掌柜了，13000多两银子，相府上下近2年的开支。萧掌柜是以为到了我这锦衣门，便没人查你之前的账了？老奴见过小姐。老奴见过小姐。起吧，嬷嬷坐。嬷嬷自己看吧。各位掌柜也都过过目，铁证如山，由不得谁拿功劳苦劳说事。小徒啊，小徒，你替夫人打理了10年的铺子，贪墨如此之多，你枉费夫人的信任，你该死啊！嬷嬷消消火，别气着自己的身子。小姐，萧掌柜他许是一时糊涂，还望小姐看在他为了老太太和夫人劳苦一生的份上，从宽处理。外祖母和母亲每月给他发放5两银子的工钱，在此基础上，他从上个铺子贪墨1两有余，日子过得富得流油。王掌柜，你管这叫劳苦一生，还是说王掌柜的日子过得比萧掌柜还劳苦？老奴不敢，老奴只是与萧掌柜共事多年，于心不忍，急于为他求情，才失言妄语，请小姐宽恕。既然王掌柜与萧掌柜感情深厚，那依王掌柜看，此事该如何从宽处理？老奴不敢妄言，我等都是夫人小姐的家仆，如今萧掌柜犯下此等大错，理应由夫人小姐处置。萧徒既然到小姐这儿了，小姐处置就是了。此等大错，由小姐怎么处置都是该的，还需惊动夫人和相爷吗？罢了，嬷嬷，萧掌柜确实为外祖母和母亲效力多年。小姐的意思是，册上的东西让萧掌柜清点一下，3日之内交还锦衣门处理。锦事归还？报官严查，牵连的人太多，外祖母知道了该多伤心。各位也是一样，3日之内把账理清。母亲向来仁慈，只要如数归还，但若再敢中饱私囊，就别怪我不念主仆情义。记住，你现在的主子是我，而我的脾性不似母亲那么温婉。3日之后，你此前贪墨的银子少1文，你知道后果。是。小姐，真就这么放过他？钱财收回才是关键。母亲名下那么多铺子，一时半会儿去哪找靠谱的人？阮复兴，锦衣门交给你了，你去查查走萧掌柜门路的关切，备上厚礼，把事情原委说清楚。既要断他后路，也要让这些人知道，以后该找谁做生意。是，小姐。府外那么多铺子，他一人如何捂得住？小姐已勒令3日内退赃，逾期严查。父亲、母亲、二哥，孩儿听说今日有不少掌柜来相府找母亲。你姐姐今儿发现他铺子里的萧掌柜损公济私，处理的时候闹了会儿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阿姐哪里是今儿才发现？她第一次去铺子就知道那萧掌柜不规矩。说来看看。阿姐进门一看那些货品和客人，便知铺子的营收远不止交上来的那点儿，只是那时没有查到证据，阿姐暂时没有动那萧掌柜而已。但阿姐今日却只要萧掌柜3日内交还赃款。福光，你与你姐姐最亲，可看出她的算盘？阿姐人手不足，那些话是虚张声势，留萧掌柜性命，既保外祖母颜面，又能让其余掌柜主动交钱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姐姐手上的银钱是不是不够用了？父亲怎知？她急需银钱重整铺子，
走官府强制收赃，耗时耗力，让萧图自交，既快捷又能做顺水人情。那你们说说，派人送礼给官眷，还有何深意？既化解潜在仇敌，又撇清萧府责任，收了钱不必澄清。若有人处置萧掌柜，凭卖身契还能倒打一耙。王奢今日倒是让我越来越惊喜了。小姐，萧图交上来的，刨开装潢开支、衣料饰品的成本和绣工的工钱之后，还有2000两银子。还有那么多？小姐，还有一事，王掌柜。阿弟，今日姐姐带你下馆子吧。衣食住行，衣蔽体，食果腹，粮食才是真正的民之命脉，国之命脉。下馆子，好哎，好哎！公子小姐面生，想必是头一次来咱们留香楼吧？今日包厢没了，二位不如看看靠窗面湖的位置。这不是，走吧。咱们店的招牌菜有醋盆鹅、烧鹌鹑、松鼠桂鱼。阿姐，你别说，这留香楼的菜式还挺多。小二刚才一连串报了那么久，听得我耳朵都嗡了。食单写在进门内木板子上，你若没听清，可以去门口仔细看看你想吃什么。懒得来回走动，怪麻烦的。这一点，若是开店可以改善。阿姐，试试这个烧鹌鹑，肉嫩多汁，还不错。小民方才不知是相府的公子小姐前来，失敬失敬。萧公子、萧小姐，2楼包厢的穆三公子和穆五小姐邀您2位上去一同用膳，您2位意下如何？既然穆府2位公子小姐热情相邀，那我们就去瞧瞧吧。萧小姐、萧公子，这边请。萧四妹妹、萧八弟弟，穆书浩幕府庶3公子，因家族受打压，转投山县，在萧平南那里充当内线，协助皇帝整垮萧家之后，穆书浩和穆云泽几乎是平起平坐。萧四妹妹，我听二哥说了护国寺一事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穆家。虚天挑拨湖州的话，四妹妹不可当真。穆家断不会有人如此对待四妹妹。此刻穆书浩兄妹应当在费尽心思寻找外力，想要借助萧府势力打垮幕府嫡出，再自立门户，独自掌权。罢了，都已经处理完了。萧四妹妹，快坐吧。你们还想吃些什么？我这就找人安排。这倒不必，让人把我们刚才点的菜端上来就行。那些菜味道还不错，那些菜就够了吗？萧四妹妹，不要客气，还想吃些什么尽管点。今儿这顿全是当我们给妹妹你赔罪的。若是萧四妹还和我们讲客气，我这心里真会过意不去。我不是同你们客气，而是不想耗时间等厨子再做一份，那份饭菜还能吃，浪费干什么？萧四妹妹的铺子翻新的如何了？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目前还顺利。穆五小姐若是真想帮我些什么，不如到时候等锦衣门开市，你叫上你交好的那些姐妹一起来玩玩。穆小小的瑞宝阁和阿姐的锦衣门应该属于同行竞争吧？阿姐这也太狠了，杀人诛心啊！那是自然的，我们定去捧场。你们爱捣鼓衣衫首饰，日后满街女子都穿你们铺子里的衣裳，想想就有趣。我接管铺子也是头一回，以后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还望穆五小姐不吝施援，以茶代酒，聊表谢意。那是自然，萧四妹妹尽管来找我就是了。那我们就说好了。说好了。刘太医，不用紧张，喝口茶吧。我此番让母亲找你来，是想与你谈笔生意。不知四小姐叫微臣前来，是有个什么生意要谈？上次我受伤时，刘太医为我调制的那草蜜胶，不知刘太医可愿交卖药方？不可不可，这万万不可！草蜜胶那是微臣祖传之方，家族世代相传，岂可变卖？这岂不寒了祖宗的心呀？微臣100年之后，哪还有颜面下去见列祖列宗？既然药方对刘太医如此重要，那我便不要了。不知刘太医可愿每月为我调制上20罐呢？20罐不多不多，调制是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我下月便送至小姐手里。长期合作，数额不小，我们还是利器吧。小姐，药材都是自家庄子采的，调制草蜜胶虽有几味药较为难得，但一罐下来也就200文钱的样子。我愿意送小姐。刘太医，我要的是每月还是55分，有张契约摆着，大家都好办事。那微臣这月先送与小姐20罐，若小姐真能卖出去，再利器不迟；若是卖不出去便罢了。
别叫小姐买去吃亏。那好，下月初1，我派人去刘太医府上取药。小姐，今日货品大多售罄，草蜜胶能淡化疤痕，尤其抢手，20两都供不应求。照这势头，日后必赚得盆满钵满。客人多因父亲的面子才来，能否长久留住，才见真本事。萧四小姐，木五小姐，萧四妹妹这铺子改得真妙，工匠从哪儿找的？我也想改改。铺子是按照我绘制的图纸来重建的，工匠都立了书契，未经我允许复建，可是要吃官司的。木五小姐向来良善，想必不会为难他们。经过萧四妹妹的允许，不就没事了吗？那确实，看来木五小姐不想为难他们，只想为难我。木五小姐，不是我不愿让您照搬，可店铺结构不同，布局不当，会坏风水，散财气，到时候反倒成了我的不是。就是和萧四妹妹开个玩笑，妹妹还当真了，我怎会为难妹妹呢？不过你刚才那玩笑话也说得太真了，我差点以为你变了个人。哪里话？看这样子，京师的闺阁小姐里，终于要出一个和我一样泡在钱眼里的了。难道不好吗？以后有钱一起赚，有骂一起挨。木五小姐继续看，妹妹就忙去了。小姐，小儿都是新招的，没人知道工匠下落。掌柜是萧小姐亲信，奴婢没敢打听。锦衣门之前那个萧掌柜呢？死了。他交出财物地契换命，可后来租屋走水，人烧死了。让哥哥帮忙查下这些人，我要找到那些工匠。小姐，咱还是回去吧。这些集市脏乱，人也杂，这地儿让阮富熙去跑就行了。有什么事儿，小姐差他去办。没事，回去换双鞋就行了。秦太，你驾车跟着我们。下官见过萧四小姐。秦氏令，正是。下官正是这片燕街集市的市令。秦氏令想必是已经接到指令了。上头几位大人让下官把这集市整改整改，下官实在不知从何下手，不知四小姐可愿赐教？秦氏令总管燕街集市，对这片集市熟悉的紧，怎会不知从何下手呢？上边那些大人的命令下得太急，下官一时间实在不知如何处理。又瞧四小姐在燕街集市观看，想必有所见解，这才斗胆询问。既然秦氏令愿意耗费时间听我扯一扯，那我就与你聊上几句。那下官就谢过四小姐。小姐，有人找我们的工匠做事，属下已经把他们带来了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外面的人我们都已经推了，请东家放心。二位不必紧张，你们都是我亲自选上的老师傅，又立过书契，我信得过。叫你们来不是兴师问罪，是想着给你们谋些外快，改善生活。跟着我干，有好处大家分。这次虽只有180两，也是我的心意。草民不知小姐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小姐可否明示？外面不是有人请你们做事，别急着答应，等他们多请几次抬高价，等价格快到顶时再取。反正已有和我的书契，无需再立。没契约束缚，活计好坏，成品美丑，那不都是由着你们自由发挥吗？小姐的意思是，让我们去装坏那些店铺。可是这样，
我们宫队的名声也就差了。传出去坏名声的也是挖人剽窃者。你们跟着我干好活就有生意，眼光再放长远点。二位难道不想接工部的活改变命运？在工部看来，名声不值一提，活干漂亮，又是宰相府推荐，没人敢挑刺。草民明白了，实在有劳小姐提携。小姐大恩大德，草民没齿难忘，必为小姐尽心尽力，为小姐马首是瞻。阿姐，昨日锦衣门才开张，今日就来看新铺子，忙得过来吗？暂且先看看吧。两位客官里边请，今儿想吃些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灰吗？客官，您爱吃就吃，不爱吃就去别的酒楼饭馆。来我们这儿挑什么刺儿？不识主的东西，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，这是相府四小姐和八公子，你们的东家。哟，王掌柜，真巧啊！原来这间铺子是你在打理。他是新来的，不懂事儿，小姐公子千万别放在心上，是老奴御下不严。掌柜收拾收拾地契和雇佣这些人的书契，准备好所有东西，明儿跟着杜嬷嬷去官府一趟。敢问小姐，老奴是去官府做些什么？更换器皿，今后这间铺子也归我。我瞧这馆子里也没什么生意，今儿开始就挂牌关了吧。准备准备，我过2天派人来翻新。是，小姐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，出了任何差错，你们都别想干了。阿姐，看那鬃马，脚力稳当，是匹好马。你倒是痴迷。还有3道菜没上，小的这就去后厨端，请小姐公子稍后。包厢的菜不都是一次上完的吗？大厅客人也不多啊，怎么你们还分次？现在店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管事的一个后厨了，其余的刚都跟着王掌柜不知去向了，还请小姐公子多担待。他竟敢跑路！小姐，是否要我去追回来？无妨，王掌柜一把年纪了，卷着金银细条逃跑，鬼知道就逃进了哪个匪寇窝里。阿姐不会是准备等王掌柜被人打劫之后，再派人去官府追查，说王掌柜偷窃钱财，趁机把那整个匪寇窝的经过都说成是你的吧？总得先找条路子，整点钱救救急，是不是？小姐，您的菜上齐了，请慢用。你是后厨管事的？是，小姐。行，你暂代掌柜一职，过几天我会派人来和你对接装修事宜。谢小姐。周围铺子的生意瞧着都不太行的样子，你去问问周边商铺的东家愿不愿意卖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阿姐，你突然要盘下那么多铺子，还有钱翻新铺面吗？钱不是已经有人送上来了吗？可你如此怕也不够啊。阿弟，钱财是水，越用越活，不怕，只有撑死的人，没有渴死的河。你过来。玉石斋，小姐，这是新的酒楼名吗？是，玉石斋翻新后，一半做酒楼，一半设跑马观赏席。再者，玉石斋那一条街的商铺已秘密收购过来了，你让工匠按图纸整改，10日我便要看到。小姐，我会把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罗列清楚，你只需按部执行，剩下的事成是败，都是我的决策问题，与你无关。好，小姐尽管吩咐，属下一定照办。如今京师街道上，放眼望去，生意一片惨淡，只有锦衣门玉石斋门前宾客如云，金银钱财流水似的往里流。他萧望舒仗着自己有个宰相爹，不知有多少人想巴结相府抢着买。
如今他还盘下了整个玉石斋街边的店铺，打造市集。他害得我们费了银钱，又装坏了店铺，自己倒赚得盆满钵满。瑞宝阁已经废了，如今宫里没有穆家的人，家中适龄女子只有你一人。爹让你进宫。要我进宫？那我手底下的铺子怎么办？哥，你帮帮我，我不想进宫，我不想替穆家嗣。可是小小，你已经败了，你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进宫。都是你，萧望舒，我没了自由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们这家店真是黑了良心，卖那么贵的衣裳，我闺女穿了还起疹子。你们这些人怎么敢把这种料子拿出来卖的哟？娘，我脸上痒，我身上难受。小姐，能处理好吗？小姐放心，相府小姐的铺子里卖出这些货，自己管都不管一下吗？这位大娘，就算你是相府小姐，也不能卖完这种东西还不负责吧？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位大娘，锦衣门每件衣裳都有唯一编号，且记录买家信息。若是仿品，你涉嫌招摇撞骗，要吃牢饭；若是真品，我们会找到名册买家核实你身份。若你是买家，就安排大夫检查你女儿；若不是，就追查原买家，理清衣裳流转。还有，大娘，这件兔笼织金短褂售价8两雪花银，这价格足以让官府介入调查。若查出超出你家财力，可不是撒泼耍赖就能了事。这些人只说拿着衣服过来闹一场就有钱拿，压根没和他说过这茬啊！这衣服是一位公子赏的，说是在你们这里买的，我哪里知道是不是？我要回去做饭了，没时间和你们纠扯，算我们自认倒霉。走了，咱们回去。晚了，既然出来挑事碰瓷，那总要下点本钱。连8两银子的衣裳都舍不得买，拿着仿制的过来闹，岂不白吃一顿官司，还叫人看了笑话？锦衣门交给你打理，遇事可自行决断，无需等我吩咐。我既任命你为掌柜，大小事务你都能代我处置，只要我认可你就没错，只要我不叫停你就继续。其他人都在你之下，无需在意他们的态度，只需对我负责，懂了吗？属下谨记。和官兵处理好这些事。是。小姐，已经招了，此事乃穆潇潇主使，估计他记恨着您的铺子，抢走了他的客人。那他也确实找得太随便了，8两银子的衣裳都舍不得买，随便仿制一件就敢找人到我门前闹事，这不像他的作风。皇上已经下旨封穆小小为妃，这几日入宫，穆小小手中的铺子如今都要交给穆书浩，他心中自是不忿的。现在他已经被罚了100两银子，给锦衣门赔罪了。穆家还没放弃啊？集市那边如何了？燕街集市整改之后，我们在玉石斋左右收购的那些铺子，卖价已经翻了一番。不急，先别转手，那些铺子我不打算卖。不卖？可那么多铺子，我们用不用得上不说，全部修整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若不修整，怕是周围空荡荡的，会影响到玉石斋的生意。小姐莫非是想租赁出去？我耗费心思整改燕街集市，为沿街那些铺子创造了这么有利的条件，价格才翻倍就转手，岂不白费心血？能租赁出去确实最好，但是许多商户都不喜欢租赁的店铺，会有太多不确定，东家随便出点什么事，他们就很有可能要卷铺盖走人，风险太大。要行商就要做个不折不扣的利益驱使者，你只管放出消息去租就是了。首户租赁享10年8折租金，第2、3户享5年优惠，先签书契者优先选铺，租金以80两1年为基准，按铺子视野好坏，上下浮动不超过1成。属下明白了。小姐，还有一事，王掌柜如您所说进了劫匪窝，属下已派人倒了他们，钱财现在全数是小姐的。去秦泰那里拿钱，把规模扩大。是，小姐。望叔最近的铺子反增不减。望叔这孩子就是喜欢捣鼓这些，相爷，他在我身边也留不了几日，你就随他去吧。好了，我就与你随口提一提，怎么还哭上了呢？望叔爱怎么就怎么，我不管他就是了。夫人这眼泪收一收可好？
我又何尝不愿将望舒留在我们身边呢？相爷，早知今日，当初我们将望舒送进宫都好啊。这大晚上的，二哥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会儿酉时刚过，天刚黑下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大晚上？银钱的事忙得连轴转，睡觉的时间都要靠抢出来。但肯定没有二哥在宫里忙，所以二哥百忙之中抽空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听听你说的什么话？兄长没事就不能来找妹妹聊聊天？拓跋使臣已经抵达京师，还有拓跋首领最宠爱的小公主拓跋欣。小公主从未来过中原，在京内并无认识的人，不知四妹可愿辛苦一点，这些日子带拓跋小公主在京内游玩游玩。这么快，可比书本里写的快了2日。是啊，二哥放心，有我在，定不会叫那拓跋小公主在京师无聊的。果然，有事还是找自家兄弟姐妹靠谱。听闻前段时间京内清扫细作，如今情况怎么样？可会影响使臣安全？京师百姓数以万计，各方的细作都混在里面，短时间没法全部拔起。不过也抓到不少细作，足以威慑暗中的人，保证拓跋使臣的安全不成问题。这样啊，那就好。现在京师没有细作敢动，我的事可就不好办了。萧家小姐吗？拓跋欣公主，我是萧府四小姐，萧平南统领的妹妹萧望舒。时常听闻拓跋部落的女子善骑射，今晚宫中设宴，为拓跋部落的各位接风。等宫宴结束，我带你看一下京师，再找个时间去庄子上跑马，如何？想不到你知道的还不少，那有劳萧小姐安排。父亲与拓跋首领相交甚好，常叮嘱我们几个子女要照顾好你们。这段时间你要是在京师无聊，随时可以来萧府找我。我还在京师捣鼓了不少铺子，等会儿带你去瞧瞧，看看铺子里有没有你喜欢的衣裳首饰。那好，我到时候去找你玩。皇上驾到，拓跋使臣驾到。参见陛下万岁，皇后千岁。都平身吧。谢谢陛下。没心没肺的熊丫头。三哥，你要去哪？去见见我的未婚妻。阿弟这是怎么了？小小年纪的脾气倒不小，你这是在哪儿学的借酒消愁？怎么，现在我跟你说话你都不想搭理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你在这灌酒。熊丫头，你是真不记得我了？瞧你现在这副样子，熊丫头，你不会真把我忘了吧？三王子，小时候我踹你屁股那档子事儿，不用记这么久的仇吧？要不我给你踹一脚，扯平了。你让我一个大男人去踹你一个姑娘家的屁股，别人都不知道要怎么说我，赶紧转过来，出去走走聊聊。阿姐，这酒不许碰了。阿姐，你早点回来。和外男这么亲近，萧四小姐这是完全不管木二公子了。你知道我这次来干什么的吗？除了联姻还能有什么？我知道让你娶我很勉强，同时我嫁给你也很勉强，大家半斤八两。你现在怎么比小时候还气人？我们从来都不合适，小时候就互看生厌，长大也只好了这么些许。不是，萧望舒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适合当夫君？那三王子扪心自问，真的喜欢我吗？联姻一事，你我二人都没得选，与其是别人，不如是你。好歹你我算是幼年之交，
我会好好待你，你也别一口一个三王子，怪生疏的，随便喊吧。云霄哥哥，望舒妹妹，哈哈哈哈哈！他是幕府二公子慕云泽。原来是他，在下和萧四小姐有些事要谈，不知拓跋三皇子可否行个方便？你要和望舒妹妹谈事，不问她愿不愿意和你去谈，反倒问我愿不愿意走开。谁给你的脸面，让你觉得望舒妹妹愿意去和你谈事？走吧，望舒妹妹，和这种人有什么两的？我把你带出来，就得安全把你带回去，不然我一人回去，把你留在外面，要叫你弟弟担心了。那好，走吧。本想为家弟之事向萧四小姐道个歉，没想到拓跋王子反应这么大，确实叫我意外。既然望舒还在气头上，那就算了，等过几日你不气了，我再带小弟向你赔罪。说完了没？废话真多。就这短短几个月功夫，小望舒怎么突然失控了，影响我的计划？四妹，二哥怎么来了？萧统领，不是你让我出来的吗？这又是演哪出？二哥来找我，想必定有要事。云霄哥哥先回去吧，今日是为你们兄妹举办的接风宴，你出来太久不合适。也好。四妹可是叫二哥来看戏的。我是这么无聊的人吗？长姐今日为何没来宫宴？她身子不适。怎么，有事发生？原书中就是穆初雪在宫宴上揭发了萧彩仪私会韩飞瑜，如今穆初雪已死，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发生这件事。韩将军怎么在这儿？这儿靠近后宫，再往里走几步，可就难说清了。四小姐不应该在宫宴上吗？怎么和萧统领一起来？长姐今日未能赴宴，甚是无聊，我去交房殿陪陪长姐。皇后娘娘身子不适，正在休养，四小姐还是不要前去打扰吧。我前去不算打搅，你去才算。长姐乃是中宫皇后，受万千臣民敬仰，身上见不得半点墨星子。四小姐在说些什么？末将听不太懂。韩将军大可装傻充愣，只是我一个骄纵自大的纨绔小姐，向来无甚头脑，连我都能发现的事，别人也能发现。外臣不得私入后宫，今日拓跋来时，所有人都在宫宴，是我能够潜入后宫的最佳时机。二哥，你送韩将军回去吧。韩将军，勿要意气用事，连累我们长姐。四小姐稍等，末将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四小姐成全。四妹见过长姐。四妹不必多礼。听人说长姐害喜严重，我这儿有2罐枇杷蜜膏和1罐枇杷糖，对止吐有奇效，长姐可以试试。是他，东西送到了，心意我已知晓。你们快些回去吧，别叫父亲母亲担忧。有男人潜进了交房殿，抓刺客！陛下驾到！魏齐轩来得这么快，背后定有人谋划今日之事，只是书本里刚好是穆初雪发现罢了。长姐勿忧，你先将药喝了，我去就回。末将参见陛下。萧统领这时候在交房殿外干什么？回禀陛下，臣女听闻长姐染病卧榻，心中担忧，想来看看。天黑路滑，又怕自己走错了路，便请二哥将臣女送过来。方才有人叫喊，刺客潜入交房殿，皇后娘娘可还安好？若有刺客闯入交房殿，此刻孩儿怎会如此清闲地站在这儿？未免刺客潜藏，还是查一查吧。皇后尚在寝宫内养病，皇后寝宫也敢肆意搜查，穆大人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长姐安危重要，还是派宫中女官进去查看一番吧。我瞧刚端妃娘娘的宫女喊得挺大声的，一副亲眼看到刺客了的模样。既然穆大人对我统领禁军的能力如此不信任，那便请端妃娘娘带着女官进去查一查吧。
夜黑天高的，许是宫女太监们瞧错了。既然没有刺客，那就不要打扰皇后娘娘养病了。可我刚才听见有人高声喊，有男人潜进了交房殿，捕风捉影者该进慎刑司受拔舌之刑。你们这些宫中伺候陛下的人却明知故犯，何等讽刺！端妃想搜什么就进去搜吧，本宫就在这儿候着。平南，带禁卫军为守交房殿，别叫刺客跑了。是。想来是宫女看错了，没什么事，都回灵德殿吧。使臣也都累了。此刻趁着宴会还要继续，把事接过去，否则等萧红借机发挥，这后宫就要成他萧家女儿的天下了。也好，一点小事不足以耽误拓跋的接风宴。只是刚才捕风捉影、大喊大叫的那些宫人，污蔑皇后，扰乱宴会，罪不容赦，送去慎刑司，拔舌剔骨。臣妾恭送陛下，臣女恭送陛下。萧家满门奸佞之臣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现。端妃，本宫才病了几日，你是当本宫已经死了吗？你们穆家真是好大的本事啊，竟敢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！我是陛下的嫔妃，我也是一宫主位，你无权处置我！我要见陛下，你无权处置我！本宫是皇后，你信不信？就算今天抬出皇宫的是你的尸体，魏齐轩和你穆家连个屁也不敢放。拖去慎刑司。你们萧家满门奸佞，竟妄想越俎代庖，你们不得好死！穆家一定不会对我和拓跋的联姻坐视不管，我倒是可以借他们的事用一用。只是这拓跋云霄在联姻之事上跟我死磕到底，犟得像头牛一样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虽然手段是卑劣些，能达到目的就好。怎么会失败？韩飞云应该出现在交房殿中的。又是萧望舒、拓跋和萧红的联盟，绝不能成。一群蠢货联合外敌细族来对付我，你们还真是会想，是都不知道引狼驱虎的下场吗？萧红，你狼子野心，软禁陛下，亏欠大宝，你该死啊！连我都敌不过，还妄想与虎谋皮，也不掂掂自己是什么斤两。大魏还没毁在我手上，倒是先毁在了你们这群自作聪明的东西手上。老夫今日为国，为陛下捐躯，死得其所。杀不了你，来日迟早有人完成我等违禁之事。时运不济，没用就是没用，扯什么时运不济？今日送死的是你们，明日来了别人，我也一样照杀不误。小姐，睡牢的细作被叛将放出来，如今京中已然大乱。小姐，这是个好时机。此事万一让相爷知晓，没有万一，父亲不会知道。若你们随我去到北部，此生便再也不能回京，不得再见亲人。你我都有不能去北部的理由。是，小姐，若是拓跋三王子还是不肯让步呢？不会，拓跋部落有个习俗，若是欠下救命之恩，只要恩人有所求，他们就必须舍身以报，不可推辞。可如果真在馆驿周围动手，为了不暴露，我们恐怕难以掌握进宫的分寸。你们尽管放开手去做，哪怕重伤我，也不要露出马脚。是。望舒妹妹，在府上闷了几天不无聊吗？咱们出去骑马吧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都是常客了，你们府上的护卫要是再拦我，那也太不厚道了。走，教你骑马。
免得你以后在拓跋出行不便。京师内也不太平，你想去哪儿骑马？我能保护好你，你跟我去就是了。就你我2人，小妹也一起去。她这些日子在馆驿憋坏了，好不容易能出去，还少得了她？我们这么多人溜出去玩，要是父亲知道此事，要是相爷责怪起来，我一定挡你前面，把你摘出去。那好吧，我和拓跋王子出去跑马，你下去吧，不用跟着了。是。我就是随口提了一句想喝部落的奶茶，没想到你居然做出来了。王叔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叫人按你说的法子去做的，稍微加了点小料。你们中原的茶香做出来的奶茶也好喝，里面这些小圆子糯糯的，嚼起来可有意思。你喜欢就好，到时候玉石沾将为你添上这道饮品，想喝了随时过去喝。汪叔你真好，真想你留在京师，以后我还想和你一起玩。对啊，那到时候你要是嫁给我三王兄了，你在京师的这些产业怎么办？留给母亲啊，以后我不在她身边，这些铺子就留下帮她多掌管中困。汪叔妹妹，谁是你汪叔妹妹？我是你亲妹妹。别挡着我和人聊天，就在这儿行吗？我对骑马不太懂，这些事你们决定就好。就这儿吧，停下。三哥，刚才我下来你怎么不扶我？你不需要。刘四哥，小梅，快回来！折回城内，快！完了，路堵死了。小妹，三王子，快走吧！刺客太多，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。现在哪儿走得了？我说，赶紧回去。现在安全了，大家都下去歇会儿吧。汪叔，你好好休息啊。抱歉，今天是我太任性，害你伤成这样。日后我定然全心全意好生待你，回部落后绝不让任何人将你欺负了去。如为此事，天打雷劈。凌霄哥哥，你当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吗？嫁给我，于你而言就那么不愿吗？你若对我没有半分情爱，今日又何苦舍身相救？我只拿云霄哥哥当做兄长，也盼望云霄哥哥能拿我当做小妹。你我换血结义，我的根扎在中原，你若强行将我从故土挖走，移之北地，眼看我日渐凋零，真会开心吗？你我过命的交情，没有那一纸联姻又何妨？若是云霄哥哥愿意为我退让一步，我约定3年之后，我会每隔半年向北地运送米粮，保拓跋部落子民粮食无忧。只要我活一天，这约定就作数一天。我知道了，你好好养伤吧，我会去和萧丞相说的。你既然了解过那么多拓跋习俗，也该知道换血仪式需要放整晚的血。你现在受着伤，想怎么放？云霄哥哥放心，在仪式开始之前，我一定把身子养好。
四小姐伤的虽要重些，但太医也说伤未及要害，多休养一阵子就好了。相爷勿要太担忧。细作此番倾巢而出，先前逃出军营的那些细作已全部追捕回来，少部分就地伏逐，还有一些蛰伏在京师城内的细作也被拿下。严查严办，上次的意外不要再发生第二次。是。相爷，拓跋三王子求见。萧伯父，云霄，你坐吧。来找伯父什么事？晚辈今日过来，恳请萧伯父取消晚辈和望舒妹妹的婚约。是望舒那丫头在你跟前胡闹了吗？没有，是晚辈与望舒妹妹仅有兄妹之谊，实无男女之情。望舒妹妹心性坚韧，聪慧敏锐，晚辈不愿耽误她。我们二人遭此一劫，也算过命之交，救命之恩比天重，晚辈又岂能将其束缚北地，恩将仇报？晚辈请父王应允，让晚辈和望舒妹妹换血结义，也请萧伯父应允，让望舒妹妹认下我这个兄长。既然你与望舒情同兄妹，不愿联姻，伯父也不强求。不管联不联姻，伯父都拿你们当自家儿女看待。这件事就依你们的意思办吧。多谢萧伯父。阿姐，你真是好端端的溜出去陪人骑什么马？现在好了，不能动弹了吧？阿弟，哪有你这样喂药的，一勺一勺的，怎么不干脆苦死我算了？小姐吃2颗，压一压嘴里的苦味。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再歇会儿。你呀，我和三王子已经取消联姻，日后莫要再板着个脸对人家，省得把画饼递给旁人。是。小姐，回来时没人注意到吧？小姐放心，属下混进工匠队伍回来的，没人注意。但是萧统领正在京郊大肆搜查右肩有剑伤的人，一直派人搜到了京师城内。你这些天先在谷仓地窖里养伤，生活所需的物品应由阮复兴给你送去，伤养好前都不要上来。是。瞧这像是好的差不多了，再过些日子，等肩上伤口痊愈，这右边胳膊就能动了。整日往下灌些补药汤品，再不好都有些说不过去。对了，欣姐姐，联姻之事我爹已不强求，你若不愿也可回家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准备留下哎。平南哥对我还不错吧？他长时间在宫里忙，不怎么回府，我也不用伺候夫君。以后部落岁岁来购，我还是可以见到王兄的。京师好吃的好玩的太多了，我还没有吃够玩够。你如今是使臣，京师自然任由你玩耍。等你成为高门妇，便没有那么轻易能出门了。萧伯父和平南哥之前说了，我在家时怎么样，在萧府时便怎么样。罢了，想必他来之前拓跋云霄一定劝过了，连他兄长都说不动，我又能如何？你能过得开心就好了。我这个四妹还真不能小觑。今日在族亲的见证下，二人结为异姓兄妹，此后他们体内流着彼此的血液，亲如手足。距离拓跋回朝，拓跋新嫁入萧家，已经过了2个月。这2月里，京师太平无事。小姐，那穆家兄妹偷窃锦衣门和玉石斋布局，如今已开业，我们就这样不管了吗？你生气什么？我让工队给他们装潢，只是为了拖延时间，让玉石斋开张而已。如今锦衣门、玉石斋打响名号，不管他们如何复刻，都是自取其辱。现在他们兄妹失了时机，还失了钱，生闷气的不该是他们吗？确实如此。生意红火起来之后，来模仿我们的只会一个接一个。你只需记住，他们都是我们踩在脚下的影子。属下明白了。还有一事，暗中盘制的庄子来收购粮食，
再用我的名义也不方便。以后那些庄子也是由你打理，你下去捏造个新的商户身份，挂在那个名上。这事儿属下已经考虑过了，正准备请示小姐。吞金，吞金是书里穆书浩2年后收下的商业鬼才，为魏奇轩他们提供了流水式的经营支持，打造兵器甲兽，收购战马，买通官员，最后助魏奇轩扳倒萧家。没想到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属下只是觉得“吞金”二字颇合心意。真是好一个吞金啊！原来就是阮复兴。小姐真觉得好听？确实好听。如今还差个姓氏，还请小姐赐姓。也好，既然如此，就姓岳吧，日后就是岳氏产业。岳吞金。小姐出事了，皇后娘娘早产，相爷让你陪夫人一起进宫，现在就去。萧彩仪这一胎才8个多月，他们就下手了，穆家人还真一刻都等不了。娘娘，使劲啊！娘娘，陛下驾到！免礼。陛下，臣妇有一事不解，皇后娘娘好端端的，怎么就突然早产了？皇后孕后一切皆由萧夫人着人打理，朕倒也想问，皇后好端端的，怎么就突然早产了？陛下息怒，既然陛下也心有疑惑，还请陛下应许，容臣妇在这云光殿查上一查。萧夫人此时要彻查云光殿，真不担忧影响皇后生产吗？皇后与腹中皇嗣向来康健，今日早产必有缘由。此刻情况危急，若不将这缘由查出，再伤了皇后如何是好？四妹所言有理，陛下，为了您与后宫众多嫔妃的安危，还请陛下应允，容臣带兵搜查。都把禁卫军带来了，还能让朕不应许吗？查吧！殿内生产多久了？已经快2个时辰了。母亲，我不放心长姐，我要进去瞧瞧。四小姐，你未嫁的，产房岂能进去？我与长姐自幼一起长大，姐妹情深，如何进去不得？这种时候，长姐一定需要我陪在她身边。此刻产婆和太医都在里面忙着，四小姐贸然闯进去，就不怕阻碍接产，伤了皇后吗？快去拿身边来，娘娘脱力了。你们继续。这些都是给娘娘补气力的，四小姐放心，都是外边的太医亲自看着熬的。长姐，坚持一下。四小姐，别影响皇后娘娘生产了，快出去吧，这地方不是您该待的。要是皇后娘娘这胎出了问题，老奴们都吃不了兜着走啊！你只管办你的事。是。长姐，我们就差这一步了。待到皇子诞下，你就自由了，不必再困在后宫。母亲和姨娘都盼望着你母子平安，还有他。娘娘再使把劲儿，小皇子的头已经出来了。抓住他！快！王叔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母亲放心，我没事。快，传太医进来！生了，是位皇子！竟让他生下来了，还是个皇子，下一步是不是要逼朕退位了？
恭喜陛下，皇后为陛下诞下皇长子，母子平安。大魏的江山后继有人了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父亲，穆家此番算计，差点害长姐丢了性命，此仇不能不报。我有一计，可重创他们，但需要父亲舍一些蝇头小利。我记得穆三公子也有自己饭馆，怎么今日有空来我这玉石斋了？萧妹妹的玉石斋名动京师，今日方才得空前来尝试，还想向萧妹妹讨教一番。只是随便经营来玩玩罢了。萧妹妹大可不用对我这种态度。穆家那么多人，不是每个人都站在宰相一党的对立面。哦，最近我的人了解到，萧妹妹似乎想要办粮仓，还真是瞒不过穆三公子。其实你做的很隐秘了，但我母亲冯氏一族掌管着京师的粮产，萧妹妹如此大动干戈，很难不让人注意。开门见山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入仕，要贵气。慕云泽那几个兄弟看不起我娘冯氏商户的身份，只要我能入仕，自己拿到贵气，便无需再待在穆家。我不想和那慕云泽一样以卵击石，更不想与萧家为敌。朝上之事我一窍不通，不过我可以去父亲那里探探他的意思。就是不知你们能开出什么价格？只要萧妹妹愿意去说，此后萧妹妹名下所有铺子所需的衣料食材，由冯氏商户全部包干，还有10万两雪花银奉上。这点筹码你也好意思拿出来与我商谈？一点衣料食材和10万雪花银，或许你能砸开王府的门，但想砸开宰相府的门，他还不配。那萧小姐觉得什么样的价格才够显诚意？谈银钱未免俗了点，明人不说暗话。那2米生意我也想做，就有劳穆三公子为我退让一步，将冯氏商户的所有供粮商给我。怎么，穆三公子是既想要仕途，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商户？世界上可没有两全其美的事。萧小姐这一口张的是真大呀，就是怕那么多粮商一下子把你吃撑了。不让我吃过怎么知道？反正我已经明码标价，成与不成在你，不在我。那宰相那边就有劳萧小姐回去周转，宰相何时愿意见我，这价码便何时兑现。只要父亲高抬贵手，把他堵住的仕途打通，穆书浩这颗棋暂时就是父亲的。穆家庶子在父亲手下办事，既能离间穆家内部，又能离间皇帝与穆家之间的关系，还能通过以往冯氏商户那些钱财流往何处，进而查出他们的党羽。左不过一个贵籍，父亲觉得呢？你已经把利弊看得如此透彻，想来这生意是能做的。只不过你要那么多粮食做什么？孩儿只是喜欢囤粮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任何产业都可能没有销路，但粮食不会，这是生存之根本。大魏与鲜卑的战争在即，书中就是因为缺粮，导致大魏战败，这也是萧家衰败的开始。穆书浩是吧？明日让他过来吧。穆书浩拜见宰相大人。起来吧。如此一来，冯氏的粮商都会成为岳氏的产业，粮草不会再成为父亲对战鲜卑的难处。父亲好，萧家才能好。穆云泽，你向朕保证，回去好生教导穆书浩。你就是这么个教导法，直接将他教导去了萧红的阵营。陛下息怒，穆书浩冥顽不灵，微臣用尽办法劝导，他仍心思不断，实属无可奈何，请陛下恕罪。朕在他眼中就如此，他宁可背负不孝不忠的骂名，也要投奔萧红而去。还是说，你们一个穆家想占尽2个阵营？微臣断然不敢。穆家忠于魏朝，忠于先帝，更忠于陛下，请陛下明鉴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说吧，外面情况如何了？禀陛下，鲜于部落已经准备好发兵南下，他们声势浩大，萧红必会带兵增援西北。只要这次能让萧红将拓跋部落的军队撤离东北，虞国与乌国在东面夹击，萧红腹背受敌，此战必败，威信必损。陛下也能趁萧红离京受创之际，收回京中兵力。好，只可惜了德州、越州2州领土，竟要拱手让与鲜于蛮族。陛下，萧红不出，迟早篡逆，只要能将这奸佞除掉，让陛下重掌朝纲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来日方长，
等陛下掌权后，再遣勇将率军北上退敌，未必收不回来。是啊，皇长子为敌为长，应当立储，请陛下立长皇子为储，确保大魏江山后继有人。请陛下体恤宰相多年来为魏国操劳，立皇长子为储。韩大人、叶大人、裴大人，你们虽说跟随宰相征战多年，为宰相出谋划策，但你们祖上都是魏臣，都是陛下的臣子。你们抬头看看，先帝还在这殿上看着你们呢，你们就不觉得愧对列祖列宗吗？先帝呀，您睁眼看看吧，您在世时，宰相不过利州军营一校尉。先帝崩俗，鲜于蛮族趁乱进攻我大魏西北边关，是谁啊？是宰相啊！宰相散尽家财，组起军队，不顾生死击退敌寇。陛下年幼登基，外敌虎视眈眈，屡屡犯境，是谁？还是宰相啊！宰相为陛下日夜操劳，外攘敌，内安政，将我大魏匡扶于倾倒之际。先帝呀，您就睁眼看看吧！您素以仁德治世，今日在这殿上，在陛下身侧，怎么出了这种不忠不义、不知感恩的白眼狼？先帝要是还在，见大魏如今定降下天罚。先帝呀，睁开眼看看您的臣民，睁开眼看看宰相吧。都够了！择良辰吉日，立长皇子魏宗业为太子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。报，鲜于20万寇军压境。仅凭宜州、越州的守军，如何能敌？鲜于部落，这是馋中原领土馋疯了呀！立储大典之后，臣愿率30万大军亲征驰援西北。准！陛下万岁！不退寇军，绝不返城。萧红，此次必死无疑。韩飞宇，你截杀刚才皇帝派去拓跋部落的信使，再派人飞骑快马传输北部，让拓跋首领按兵不动，盯紧余部。是，相爷，皇帝亲自下的诏书，还指明让拓跋部落出兵10万随军北上，是不是受外人挑唆？管他呢！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相爷，已经2个月了，虽然也胜了几场战役，可我们的粮草依然告急。为何鲜于部落不愁吃喝？莫非从别处谋到了粮草？士兵回来禀报，鲜于部落此番南下，粮仓有重兵把守，以粮仓大小数量，大致估算可供鲜于军队征战5月。这些还只是现有的粮草数量，更别谈新的粮食供应。新征的粮食还有多久能够送到？新征的粮食恐怕还需10日才能送到，且只能支应3月左右。微臣不知能不能再将军中将士的伙食缩减一成。不能再缩了，将士连5分饱都吃不上，谈何御敌？父亲，有粮草送来。户部兵部的粮草提前到了，是粮商商队押运来的。见过宰相大人。锦泰，正是草民，请宰相签下姓名。您签收过后，我们才能去四小姐那里休账。相府四小姐是相府四小姐，也是我们东家。四小姐还说，若是草民有幸见到相爷，替他向相爷问安。拿笔来。这些粮草足够养大军半月，如此一来，可解咱们的燃眉之急呀！望叔啊，望叔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儿。
如果依照书中所写，刚送过去的粮食是远远不够的。这次送去的，最多让父亲不必出兵劫敌营粮草，不至于深入敌营，白输这一小仗。阿姐，进来。阿姐今儿怎么忙得连午膳都忘了？还在操心粮草之事吗？新送去的一批粮，起码能维持军队上下3月的耗用。而且这粮食耕种的事情，1年也就割那2茬，咱们在这里急也没用。阿弟，也不是每年的粮食都刚好吃完，这米还有新米陈米之分呢，否则我那些粮食如何来的？理是这个理，但是阿姐，你忙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，也不管我和母亲有多担忧。行了，我记下了，以后按时用膳可以吧？可以。为什么他萧红没有拓跋起兵也能打得鲜于部落，落花流水？陛下息怒。我还没问你们穆家的话呢。为何拓跋起兵没有离开部落？于国、吴国像两只缩头乌龟，不敢动手。萧红临行前逼我立下的储君，如今已经学会了走路，学会了说话。只等萧红一回来，他就带领群臣逼朕退位了。如今朝堂之上，我们的人不是被萧红除掉，就是转投他们，已没有我们的人了。没了，全没了。大魏要毁在朕的手里。陛下，鲜于军队，割地送马起降。阿姐算的还真是准，说今年冬季父亲就能班师回朝，果真不假。四妹随我进宫一趟，长姐在宫中等我们。宫中有奸人，意欲毒害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，不曾想陛下在太子东宫误服了太子的羹汤。好。张姐，怎么回事？一出戏罢了。魏齐轩想方设法要除去叶儿，免得他狗急跳墙再干些什么。我只能先把他除了。本以为要等父亲班师回朝再举行新帝登基大典，现在看来是不用等了。这样也好，皇帝陛下确实不太听话，他既然不想听我们的，那就不必强求他。四妹，你去看看他还有多少口气。好的，长姐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这就去。陛下中毒颇深，即使祖宗庇佑得以解毒，日后也只能静养，无力操劳国事，还是尽早传位太子殿下吧。二哥有事与陛下商议的话，不必管我。还有，此番毒害陛下之人，末将带人仔细追查，以查出幕后黑手。端妃意图加害陛下，末将已下令将他处以极刑，以正天威。人早就死了，你们还把罪名安给他？是末将糊涂了，忘了陛下刚中过毒，身子不适，也无法回复末将。既如此，末将便自己看着办了。奸佞，奸佞啊！陛下有何吩咐？是你害死初雪，提供粮草，奸佞！奸佞？那我们就让陛下瞧瞧这奸佞如何生抢硬夺，成为正统。臣女恭送陛下。启禀太后，臣要揭发穆家父兄叛国叛军，扶助外敌攻略国土，此乃证据。岂有此理！穆氏竟敢通敌叛国，罪无可恕。则穆氏满门杀无赦，秋后问斩。穆书浩，你揭发有功，将功抵罪，擢升户部侍郎。谢太后。皇上还有一事。朕以冲灵即位，养成天命，夙夜忧勤，唯恐福寿。然朕年齿尚幼，得博才疏，恐负祖宗之托。宰相萧红才略超群，
允文允武，多次拯救大魏于危难之际，实乃社稷之栋梁，万民之倚望。朕愿效法尧舜，禅位于萧红，以顺天意，以安民心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母后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皇上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过来。王叔，你觉得朕立谁为太子更好？兄长与弟弟各有所长，不论父皇中意谁，女儿一定竭力辅佐。你若是个男儿身，该有多好！王叔，你可知大战之时，为父曾有过一个很荒唐的想法。父皇请讲。朕曾考虑过立你为主。自古无此先例，百官也不会容。老儿猜忌有余魄力不足，佛光重情不够狠，唯有你既有雷霆手段，又懂怀柔之道。父皇，我已入商道，若给我过大的实权，难保底下人以后不会越过朝廷办事，难保六部官员心中不会失衡。商可以辅政，但若越了层，就会产生一场阶层内乱。当商道成了朝廷命脉，谁还敢说女子不能治国？父皇，这是……既然我已做了这青史留名的奸臣，那不如再进一步，让我女儿成为千古未有的女王，甚至女皇。为父只问你这一次，这储位你可有想法？王叔，我知晓你的野心，这皇位你做最合适。儿臣遵旨。未曾身将星火点亮，在绝境里勇敢。平天地乱，徒步历经千难，渔场也孤寂为伴。世情破万堂，烧出一道光。誓言中悲怆，这世上古血流淌，正义的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爱女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既然成了这千古未有的名号，便要让天下人知道，女子执卷亦可定山河。幼帝效仿古圣贤之治，禅大位于宰相萧红，其女萧望舒天资英锐，德才兼备，册立为皇太女，监国理政，正位东宫。自此，大周开国200年来，第一位女储君就此诞生。